法官，我要求调解。张鹏，你别胡说八道！你们是不是也同意调解？啊，第二场酒是我跟小梦一起喝的。那你之前说你的这些同事都瞧不起孟伟，你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那你们散了之后，为什么你们俩又出去喝酒呢？小梦为了请客吃饭，身上1分钱都没了，可别人还奚落他，瞧不上他。我这个人平时心挺硬，说真的，那会儿我看小梦挺可怜。孟伟，鹏哥，你这还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哥，怎么了？你能借我2块钱买地铁票吗？我没钱了。2块钱都没有？骗谁呢？我刚才买单，把钱都花完了，还欠老板娘10来块钱。真的，你看我这手机。我去，你说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德行了？我就是住太远了，要么我就走去了。你这离发工资拿提成还有1周呢，你把钱都请我们吃饭了，下面怎么办呀？咋过呀？我还有箱方便面，撑1个礼拜问题不大。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就2、3站路，我跑步上班当锻炼了。哥，你别担心，我没问题。拿着。来，谢谢哥，我明天就还你。哥，你知道吧？我今天特别开心。你高兴个屁呀！刘波、王艳飞对你什么态度？你敬酒，人家不喝，什么意思？人家是觉得你开张纯粹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他们看不上你，明白吗？这个我知道，可是我也确实什么都不懂，这农村来的没见识，看不起我也正常。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哥，你以后要多骂我、打我都没问题，我绝对不生气。饿不？不饿呀，这不才刚吃完饭吗？我饿呀。这酒也没喝到位，这样，你陪我，咱们换个地儿，喝点儿。可我真没钱了，哥。我请客。那没问题。谢谢鹏哥。小梦，店里的形势你没看明白吧？啥？王艳飞是刘波的人。这个我知道，刘哥是我们组长，然后我、你还有王姐都是刘哥的下属。要不怎么说你傻呢？说的是这事儿吗？刘波跟王艳飞到这个店里多少年了？他们打配合干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儿，你知道吗？啥？他们一唱一和就付了个定金，就拿下一套笋盘。最近正打算出手，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就被你这个没眼力劲儿的小子给截胡了。我没截胡啊，是客户主动找的我。不是，那不重要，关键是你不是他们的人，
你开张了就是碍着人家的事儿了，就得整你，得收拾你，明白吗那可怎么办？3个字，换工作。为啥呀？你不适合干我们这行。我这不才刚卖出一套房吗，坤哥？你那是走狗屎运。这怎么是走狗屎运呢？这是我自己的本事。行，行，你有本事来吧，向你学习啊！谢谢邦哥。我用这个。哎，别，行了，因为你是我呀，这么喝。就你对我好啊，我谢你瞧得起我，我就跟你说点真心话。哥，其实我都快熬不下去了。我到店里半年了，一套房也卖不掉。我平时在店里傻呵呵笑嘻嘻，那都是我装的，我的心跟猫挠的一样难受。小梦啊，这是命，你知道吗？做人就得先学会认命。我不，我就不认命。我只要能卖房，我能卖出去第1套房，就有第2套、第3套。就算所有人都看不起我，我也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可以，我可以的。孟伟，加油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张鹏主动邀约孟伟喝酒，孟伟酒后失足致死，张鹏有部分责任。但是大姐，刚才你也听到了，张鹏呢，毕竟主动坦诚了这一点，啊，并且他这个主观还是善意的。我们之前走访也了解过，他们家里的家庭条件情况也确实特别差。这样，我来说一个数，你看看行不行，能不能接受？你们这个赔偿金额的10%，8万，8万行不行？8万肯定不行，太少了。怎么就8万了呢？8万太多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80万，少1分都不行。行，别吵，你们都别吵。调解就是要你们双方自愿，是吧？但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如果判，赔偿金额的比例多少，现在还不好说，也许不止8万。你来，你们夫妻2个商量商量，你们先商量一下，好不好？张鹏，怎么回事？不说话你能死吗你？明明做的好事，怎么最后还要让我们赔钱？你告诉我，你可怜别人，别人可怜你吗？你妈还在医院里呢，我们拿什么钱来赔？怎么赔？你告诉我，怎么办？你们别吵了，孩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不要你的钱。不是你是犯傻呢？凭什么不要啊？那孩子都死了，你不要钱？他没有坏心眼儿，小伟要是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收他的钱。我们穷归穷，可是讲道理，我们谁都不饿，不饿。阿姨，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更过意不去了。听见了吧，姐啊，咱没讹人家，
你不收人家的钱，人家心里倒过意不去了，你知道吗？这钱不拿，你下半辈子怎么活？你怎么听我说两句啊？别说，孩子，我不要你的钱。阿姨，谢谢您照顾我，谢谢，谢谢法官。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小萌，方法官，我想再多跟你说一句啊，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孟伟，以后就少喝点酒。你这个法官，可算说了句靠谱的话。你闭嘴吧你！方法官，其实我也想少喝点儿，忍不住啊。忍不住你就想想孟伟，你得把他那份活下去，别被困难打趴下，不就戒酒吗？就像今天一样，做个爷们儿，生活不会亏待你的。您的话，我记下了。走吧，回家。你回来啦？啊，弟弟就睡了。啊，都什么呀？我妈寄来的这个吃的。那是药酒啊？哎呦，我说你这眼睛可真够贼的啊！这么一大堆东西，你就看见它了？个儿高啊！这可不是我喝的啊！我妈可能是糊涂了，忘了你不喝酒了，也不知道寄这么个东西来干嘛。我明天啊送给裘主任吧。别，寄都寄来了。哪天下班早了，咱俩也喝一口。你还喝酒？之前呢，我说这个喝酒的人都是坏人，也有点绝对了。那天我态度对你也不好，我跟你道歉啊。关键是咱也别辜负了老太太的心意，是吧？哎，你说老太太寄这么瓶药酒来，那是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呀？这不会是想让咱再生一个吧？啊？那更不能送人了啊！真的，留好啊，咱也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去洗个澡啊。你真的假的？你这一路都不说话，想案子呢？加盟商和总店的合同纠纷，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这个还是挺难的啊。为什么很难？这类公司都精明，一般来说呢，都会请有专业的律师出的格式合同，很难找到破绽的。格式合同。哎，叶欣，你干嘛去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啊？什么情况？你说的加盟商就是他们？他们跟你们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对你们进行逐句逐条的解释？没有。是这样的啊，他们跟加盟商签的一般都是格式合同，
在签合同之前呢，他们应该对于加盟商有利害关系的条款，逐条的去解释。如果他们没有，你们是可以主张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而且现在呢，个人对于公司的这种合同纠纷诉讼里面，法院都是更倾向于保护弱者。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为一个突破口，要求他们对你们进行赔偿。不用了，姐姐，我们俩刚刚已经商量过了，这个官司我们不打。为什么呀？我们没钱，也没精力再耗在这儿了，还不如早点回老家另谋生路。那么我和你们的想法一样，继续止损吧。格式条款举证的责任是在总公司，你们也坚持要撤诉吗？可是他们怎么可能自己证明自己的问题呢？而且他们的律师那么厉害，我们赢不了的。舒成，你也这么想吗？你觉得我还有赢的可能吗？你应该相信，法院是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舒成，我们赢不了。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反咬我们一口，找我们赔15万，我们怎么办？我们没钱了，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我们真的耗不起了。可是你们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很重要啊。如果今天你们放弃了、退缩了，那就意味着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我觉得你们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们的生计问题，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最优的方案还是撤诉。行，我信你一回，接着搞。舒成，没事，有我呢。我觉得吧，这件事你办的有点不太合适。为什么？且不说这个合同有没有问题啊，单从他们俩的情况出发，当务之急是解决生计问题。更何况他们俩已经商量好了，说了不告，你又何苦让他们浪费时间呢？我不同意。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那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们退缩了，那明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到时候也像他们一样的，根本不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资本会越来越猖狂，我们人人都会变成受害者。叶静，你这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了？李芳宁被性骚扰的时候，王姐也和你说了一样的话，她希望李芳宁能够撤诉，因为她觉得那样对她名声不好。可是如果一个李芳宁忍气吞声了，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李芳宁在职场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和奶茶案是一样的道理。我这怎么就算是道德绑架了呢？好，那个不争了啊。我多说一句，奶茶加盟商合同纠纷案件呢，这2年很多，这类公司呢非常的精明。如果你真的要去调解的话，你得做好万全的准备。谢谢你的提醒。好，走吧。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出现的人就出现了，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才是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好，奶茶，热奶茶，谢谢。跳舞赢取免费奶茶，等下参与啊。你好，我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叶欣，有些情况我想跟你了解一下。什么事？我刚刚在吃阿茶奶茶店看见你跳舞了，跳得特别好。是啊，怎么了吗？
你是每周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吗？你应该很爱喝奶茶吧？你到底要问什么啊？我是想你应该很爱喝奶茶，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么辛苦赢来的奶茶没有喝就直接扔掉了？我不爱喝奶茶，那是因为我跳一次舞他会给我200块啊，怎么了？所以他们是请你来跳舞的是吗？这还要聊啊？坐吧。你昨天说你去吃茶奶茶店参加那个跳舞赢奶茶的活动，为什么呀？我就是喜欢喝奶茶。昨天我把那个奶茶扔了，是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舒服，就是这样。可是明明你家附近就有那个奶茶店，为什么你一定要到市中心的那家店去跳呢？市中心那家人多啊，还有很多直播的，我想出名，有什么不行吗？整这一出什么意思呢？哎，你们不会是认为我们是花钱雇人在虚假营销吧？我们可是个正经公司，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幸亏这姑娘来了，把事儿说清楚了。切姐，我能走了吗？我从刚进法院开始就好紧张啊。你可以先走了，谢谢你。郑律师，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我理清一下。你们公司和严娜娜还有管书成签署的是格式合同，对吧？对。那你们就有义务对他们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做呢？你们就是没有。当时我和娜娜去你们公司签约的时候，来回骑的都是共享单车。到公司的时候是下午2点40分，出来的时候是3点04分。在你们办公室，我们只待了20几分钟。书成，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来。除去他们进出你们大楼的时间，他们看合同的时间一共只有15分钟，但你们公司给他们的合同有将近20页，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阅读速度是不可能看完的，就更不用说你们还要逐字逐句的去为他们解释了。不错，你这个点打得好。稍等我一下啊。可以投屏吗？我们公司是合理合法的正经公司。每次在和你们加盟商签合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逐条逐句的把合同给你解释清楚。为了确保加盟商理解我们的条款，我们会在签约的时候录音录像。你们看，负责签合同的同事正在给他们讲解这个合同的条款，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至于乙方是否清楚和明白，这我们无法确定。但是这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乙方打断了合同的讲解，而不是我们没有讲。你确实挺厉害的，这么小的案子都这么用心，确实很棒。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律所？对不起，不感兴趣。小朋友，拜拜。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姐，还有办法的是吧？肯定还有办法。撤诉吧。不是，撤什么诉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法院会还我们公平公正的吗？是。但我想出来的办法，对方都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式。我们先不聊那个合同的事儿，但是刚刚那个女孩你看到了呀？她说谎的呀，你不能这么让她走的呀，她说谎了。我们法院不能逼迫她作证，我更没有权利不让她走。
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法院到底能干嘛？可之前说的不是好好的吗？现在怎么又做不到啊？书成，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什么呀？我冷静。哎，你说一套做一套的，你是不是也拿着他们公司的钱啊？说什么呢你？你说啊！书成，娜娜，这个案子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很抱歉，我也很无奈。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只有撤诉。对不起，我接受不了。书成，你冷静一点，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书成。书成，书成，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相信我。法律解决不了，我就自己解决，你们管不着吧？书成，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我给你道歉，好吗？你们本来是想撤诉的，都是因为我告诉你们这个案子还可以调，所以才造成现在的这样的局面。如果你有气，你冲我来，你想要砸的话，你砸我好了，好不好？不怪叶欣姐，这不是叶欣姐的问题，是他们太过分了。书成，你冷静一点啊！把锤子给我。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锤子砸下去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你不是还想带娜娜回老家吗？不是还要找工作吗？你这一锤子下去，你会有犯罪记录，他们谁还会要你？你未来都不要了吗？啊？你不能干这么蠢的事儿！我能怎么办？憋得难受啊！你要是实在憋得难受，你想要撒气，可以，你去法院，你去法院的信访部门，你可以投诉我，但是你不要拿你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不要伤害自己，好吗？不闹了啊，书成，不闹了。姐姐，谢谢你，快去吧。怎么在这儿坐着呀？哦，我在想点事儿。奶茶店的案子让你郁闷了？没有，没有，真没有。跟一个法官撒谎，你还得修炼修炼。张家都跟我说了，你让当事人撤诉，当事人说你拿钱了。我没有。我当然相信你没有。这种事儿，你问问哪个当法官的没听过啊？你要按照当事人的指控，我早在市中心买房子了。所以啊，不值当的啊。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帮他们解决，还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有些事儿啊，有时候不能太执着。可是如果不执着，怎么追求正义？那我问你，你追求的是谁的正义啊？别人的正义还是你自己的正义？小叶啊，你可能没意识到，在这个案件中呢，你潜意识里首先要的是自我满足，所以呢，满脑海里想的全是自己的正义，而不是当事人的正义。那他们的正义是什么？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然后重新开始生活。性骚扰案当中呢，你坚持的正义观和李芳宁是一致的，你们俩都希望通过发声来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这没问题。可是奶茶店的这个案子，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点上你忽视了。然后凭着自己的热情澎湃去劝说当事人跟着你的步伐走，你觉得这合适吗？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法院到底能干嘛？娜娜，舒城，我们是来撤诉的。走吧，娜娜。哎，等等，舒城，我联系了相关组织，说有新的小区，还有一些新的创业园区，如果你们想要……不用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那你们将来怎么打算的？我们投了几份简历，打算先找份工作。别着急，慢慢来。你们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娜娜，那我们先走了。来，这不错啊！来，小叶同学，来，我这出去散心啊，就随便给你们买了一些礼物，别挑啊。谢谢菲姐。哎，谢谢菲姐啊！哎，菲姐，你怎么凑了这么多狗啊？这是你菲姐说你是单身狗呢，还没明白？当时买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看还挺恰如其分啊。哎，菲姐，为什么你送我的和他们的不一样呢？你师傅还不如你呢，这是送给小乐姐的护手霜。叶欣跟小乐姐一样护手霜。哎呀，谢谢菲姐。看见没？还不如你呢，单身狗。单身狗怎么了，毛王？替小乐谢谢你啊。叶欣啊，怎么了？情绪不高啊？案子闹的呗。那个加盟商的合同纠纷案子怎么样了？当事人撤诉了。那不省事儿了吗？可是咱们这位热血调解员没想省事儿啊。小叶同志这是想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然后通过一件案子，唰的一下解决全社会的问题。愿望是好的，但不现实啊，姑娘。理解理解，这段心路啊，我们也没少走。那你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难过吗？难过，那怎么办啊？调整情绪，自我消化，然后开始下一个案子。就这样啊？不然呢？依安啊，哎，前段时间啊，我办了一个案子，醉酒坠楼致死。这个死者母亲呢，就想让跟他儿子一起喝酒的同事进行赔偿。哦，我好像听米法官说过这么一嘴，说师傅这个案子上了院里的专业法官会议，是吧？您觉得死者的家属太可怜了，想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吧？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我害怕。怕？你怕什么？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对酒甚至喝酒的人都有严重的偏见，所以我害怕呀，我的这个偏见会影响了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你想，法律制定了这么多流程程序，不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法官感情用事吗？没错。叶欣，别自责了。你看你师傅办了这么多年案子，还主动找人监督自己不要走偏。你作为新手调解员，总得按正常。是的呀，经一事呢长一智，以后啊多听师傅教诲。再说了，有人不懂的可以多跟我学学。得了吧你，师傅，我听明白了。谢谢你，谢谢菲姐。哎，来，咱一块儿欢迎菲姐满血归来。欢迎菲姐啊！来，洗耳恭养。海轩，哎呀，今天看到菲姐还挺开心的，挺开心的，好久没见。没想到还给我们带礼物了。是啊，状态还挺好。看来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忘掉。谢谢。好了，好，慢点啊。
其实，怎么了？你说。我还是有一些疑虑。你真的觉得总店没有问题吗？哎，肯定有啊。对呀，都说邪不压正，那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啊，对不起，我知道我又犯轴了。好，今天呢，我就把你从牛角尖里拽出来。我跟你说，我刚进法院的时候，我跟师傅办了一个案子，原告呢是海外华侨，他们的祖辈呢是当时的富商。建国前，他们离开了大陆，后代辗转在美国落叶生根，他们所以为老太太侵占了他们的祖屋。然后呢？然后呢？老太太是富商的小妾。富商离开大陆的时候，让老太太等他，说他一定会回来。于是老太太就在祖屋里一等就是大半个世纪，终身未嫁。原来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老太太不知道呀，但是等了他一辈子。后来富商的后代急需用钱，就把房子给卖了，老太太只能搬走。徐先生，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你的消息。谢谢。我当时和你的心境非常的像，觉得自己特别的无能，想用法律去帮助别人，却什么都做不了。后来，师傅给我上了一课。师傅呢，就把这个案子拖了很久，甚至还申请了延长审限。一开始院长不批，因为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后来师傅找到了院长，老太太100岁的生日快到了，最后呢，他希望无论如何，让老太太在老宅过完自己的100岁生日。院长同意了。奶奶，师傅，看这里。那老太太后来去哪儿了？老太太去了养老院。半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据说，她是在梦里走的，走得很平静。养老院的人告诉我，说老太太走的时候，手里一直捧着那张照片，说此生已经没有了遗憾。这个案子办完之后，师傅和我说，法律有尺度，只有在尺度之内把事情做好。但是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所以你刚刚说的，
我完全能够明白。不光是我相信每个法官，他们都能明白。师父常跟我说，哪个法官，只要心里有光，法律之外，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法律有尺度，法官有温度。你可别多想啊，温度要有，但是过了就麻烦了。谢谢你，周法官。你也不用谢我了，要谢就谢我们的师傅。这些呢，也都是师傅教我的。好了，那走了啊。走吧。本院认为，被告人石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勇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石勇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但鉴于本案系感情纠葛引发，且被告人石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并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对被告人石勇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1款、第61条、第64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石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4份。宣判完毕。陶先生，您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满意吗？您谈谈被害人穆子琪为了救葛晴晴才被凶手石勇杀害，而这一次葛晴晴却作为证人出席。各位媒体朋友，我代表我的委托人陶大明先生，首先感谢法院的公正裁决，其次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持续关注，谢谢。陶先生，请问后续您会起诉葛晴晴吗？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请您接受一下采访。陶先生，来一下，陶先生，陶先生，您到底会不会起诉葛晴晴？葛晴晴，穆子琪是被你害死的，你逃不掉。匡律啊，为什么非得是我？什么为什么非得是你？人家指定需要你来做他的代理律师。为什么呀？不是你怎么了？这个案子很多律所都在抢，人家对你是有过调查的。3年前你还在前东奖的时候，是不是处理过一个跟穆子琪案子很相似的案子？3年前啊，两口子吵架。女方的闺蜜来劝架，最后男方把闺蜜给杀了。对啊，法院认为夫妻双方的女方对闺蜜的死负有责任，而且还获了刑啊。这2个案子完全是两码事儿。香港那个案子里边啊，这个女方为了帮助她丈夫掩盖行凶真相，事后参与了对闺蜜的分尸和抛尸。但是穆子琪这个案子，葛晴晴并没有行凶行为，她只不过是躲起来没有救助，仅此而已。这只是目前得到的信息。很多重要的细节还要再考证。哎呀，细节再多，我告诉你，匡律，葛晴晴那是私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可以说她是缺德，但你不能说她是违法。法律本身就包含道德倾向。我现在不跟你辩这个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案子现在关注度非常的高，
当然了，挑战也很大。不管将来赢还是输，对于你未来的发展和咱们律所都有好处。人家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好好试一试呢？哎呀，就这么说吧，王律，这个案子我真的接不了。为什么接不了这个案子啊？徐律师，你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陶大明，我带他来，等一下我跟你商量。不好意思，陶先生，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改天再聊。许天儿，许天儿，黄律，徐律师，你是不是怕输？我告诉你，我不会输。好，你说来听听，为什么？我不懂法律，但我懂做人的道理。一个人不应该让帮他的朋友被人捅死在门外，自己却躲在屋里面无动于衷。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那样做。我就认这个死理。那我也告诉你，陶先生，法律不是振臂一挥那么简单。你这个案子，我非常清楚，它缺少太多关键性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这个法律啊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它需要考量很多方面的问题，你明白吗？世间所有人都能够想通的简单道理，法律却不支持。我不行，我不行，我要试试。我想看看法律能不能还我家母子一个公道。对不起，没事，我都能理解。你不可能理解，我什么都没有了，徐律师，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高中时，父母遭遇车祸去世，我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直到读了大学，遇见了木子，从大学到工作。我们恋爱7年，存了点钱准备结婚，我们才刚刚领证啊！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个自己的家，可木子他却不在了。他在，家就在；他走了，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了。现在活着，就为一件事，就是拼了命，我也要让葛晶晶承担责任。不管多少人劝我说没有用，赢不了，我也要试试。这个案子呢，之前我打电话沟通了很多次，现在看来调解是已经完全没可能了。陶大明，也就是起诉方，他认为如果被告葛晴晴全身而退的话，那他这一辈子恐怕都睡不了个安稳觉。而被告葛晴晴呢，也是完全否认自己有责任，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现在双方都在网上玩命地攻击对方。案子已经立了，是，所以说，关于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审理，您看您什么指示？中院在审理石勇这个刑事案的时候，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我们决定，要组织院里的精兵强将，对这个案子严格把关。那您看，我在不在这个精兵强将的行列里？这个案子可不好审呐。我知道，所以我才想挑战一下。我想申请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这挑战也是把双刃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我知道，师傅，借这个机会呢，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自从我去了这个立案庭，这事务性的工作事多了，可是案子少了，我这心里边直痒痒。尤其像这种案子啊，机会比较少，所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想只顾眼前。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那您同意了？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这个案子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定要慎之又慎。我明白。行了，又来了，谢谢，赶紧走吧。我就准备一下。谢谢啊，宋法官，陪着我们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行了你，别在这假客气了。我早就知道你要来找我沟通穆子琪的案件。哎呀，要不说还是老同学呢啊！你们呢，把凶手给判了，但是却把葛晴晴列为证人，所以导致这个陶大明非常不满。从情感上，我非常理解陶大明，但是从公安提供的证据来看，葛晴晴并没有参与杀害穆子琪的行为中啊。所以现在这个陶大明呢，才通过民事诉讼，要追究葛晴晴的法律责任。他现在呢，要诉葛晴晴侵犯了穆子琪的生命权，啊，要葛晴晴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万元。200万？嗯，有难度。是啊，这些卷宗呢，我也都看过。其实呢，我今天来是更希望你有没有这个卷宗以外的信息，能跟我共享一下？被告人石勇当时倒是有些指认葛晴晴的话，说案发时是葛晴晴把穆子琪往他这里推的，但是这个说辞我们最终没有采纳，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石勇和葛晴晴有感情纠葛，他这么说更像是为了报复葛晴晴。嗯，这倒也说得通。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肯定不少律所都在抢吧？但吕律师最终定了谁啊？你猜？我认识。你岂止认识，你熟悉的很。徐天。要不说还是宋法官聪明，就是他。行了，宋法官，感谢啊。客气了。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案子舆论压力大，多保重。放心吧，你都挺得过来，我应该也没问题。好，谢谢啊，谢谢老公。小公，老公，不送你们了啊。好，留步，留步，留步。再见。葛晴晴现在还在装无辜，不承认自己害了木子，其心可诛。我一定要通过法律给木子一个说法，不然木子不会瞑目。好，你不要总是这么激动啊！你的诉求我都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冷静的思考。所以我们在见法官之前呢，我们俩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再重新整理一遍，包括你太太和葛晴晴之前的一些事情，你都要告诉我。嗯，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我们想赢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要向法官证明是葛晴晴把你太太拖入到危险当中，她必须要对你太太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所以整个案件当中每一个细节，包括佐证这些细节的每一个证据，我们都要找到，都要夯实。嗯，我明白。是，你明白。那我们开始。葛晴晴和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方法官，木子是为了保护我才出事的。当时我没劝住他，我真的很后悔，很自责。但是他被杀，我确实没有责任啊。你说这个木子就是穆子琪是吧？是。
我和木子从小就认识，他家里人都叫他木子，我跟他又是好姐妹，所以他也让我这么叫他的。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和木子从小就是邻居，我比他小1岁，他也一直像一个姐姐一样照顾我。后来我去外地读小学了，很多年没有联系。偶然间我得知他要来龙州工作了，我正好也要到龙州工作，觉得很有缘分，就重新联系上了。出事儿的时候呢，你怎么会住在穆子琪的家里？我当时想跟我男朋友石勇分手，石勇不肯，还一直纠缠我，还到我的住处骚扰我。木子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很气愤，就主动提出来让我先搬到他那里住，先躲一阵子。我先明确一下啊，你是说是穆子琪主动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没错。我再确认一下啊，是葛晴晴提出来要住过来，而不是你太太主动邀请他住过来，对吧？对，当时我还不同意，觉得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房子啊是单位的办事处租的，单位要知道了不太好。但是木子觉得呢，都是在外地的女孩子，应该互相照顾。而且葛晴晴都已经提了，她要是不答应，也抹不开面子。她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从来不会拒绝别人。这些都有证据吧？有啊，我和木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在。那穆子琪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你什么态度呢？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怕给他添麻烦，而且石勇当时纠缠我，他这个人很暴力的，在大学的时候就打过前女友，还被校方给过处分。我怕他万一冲动，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那不就连累木子了吗？那你为什么还是住到木子琪家了呢？是木子坚持让我搬过去住的，说我如果太客气的话，就是没把她当成好闺蜜，所以我只好搬过来了。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要是不答应他，该多好啊！你说的这些有没有证据？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什么的？我们都是面对面说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每天都见面，没必要在微信上说这些事情。那我再问你，穆子琪，他知道石勇这个人很暴力吗？包括你刚才说的，他之前打过他的前女友。说过，我都跟他说过。有证据吗？有，我在微信上有跟他聊过，我都截图保存了。法官，你们看。石勇的案件我看过，说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暴力，大学的时候打过前女友，受过处分。这些事情，葛晴晴有没有跟你太太讲过？说过，木子跟我聊过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吗？这就说明，葛晴晴告知过你太太，石勇可能会带来危险，这对我们很不利。不是的，葛晴晴觉得石勇这个人啊，其实并不危险。虽然他在大学时犯过事，但当时是因为他前女友骗了他钱，而且石勇打人被学校处分之后啊，还跪在地上真诚祈求原谅。后来他脾气就好多了，也没敢再动手了。葛晴晴一再跟木子强调说那个男的就是个怂货，所以木子当时才会放心的让葛晴晴住在他那里，因为木子觉得那个男的不是亡命之徒，不敢怎么样。石勇的过去你怎么这么清楚啊？木子跟我聊的呀，因为当时我们分居两地，而且蜜月期还没有过去，每天我们都会在微信上聊很久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聊。
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吧？有啊，就在我手机里啊。手机千万别丢了。还有一个问题，那石勇一直骚扰你、跟踪你，甚至威胁你，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打电话报警呢？我想过，可是木子不让。他不让，为什么？木子的住处是他们公司租的，等于是荣州办事处，谁在荣州出差谁来住，是不能让公司以外的人来住的。家里人也不行，他怕万一报警，他收留我的事情公司就会知道，搞不好他可能会被开除。之前就发生过这类事情。后来石勇骚扰葛晴晴，追踪他、威胁他，这些事情，你太太有没有跟你讲过？讲过。当时我挺担心的，我说你不要为了帮别人自己引火上身。但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是石勇应该不知道葛晴晴住在他这里。我让他提议葛晴晴被骚扰就报警，这样至少石勇不会那么嚣张吧？那你太太怎么说？他说他自己跟葛晴晴提议过，但葛晴晴不同意。为什么呀？葛晴晴在荣州跟他妈一起买保险，她自己呢有一个视频号，讲些保险知识，顺便给自己做一下广告。据说呢，在荣州有点粉丝，还算一个小网红。她经常对外说，她男朋友是富二代，工作纯为事业，她怕报警了，把事情闹大了，人设崩了，以后就没法在这混了。这就对上了。石勇的案卷里边有这些内容。葛晴晴当初跟他提出分手，就是因为他们家的企业可能要破产。哎，这个石勇家里是做什么的呀？石勇家里面好像是做酒店的。之前呢，他们投资过一笔钱在泰国，想要发展旅游酒店业务，好像后来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亏了不少钱。我觉得葛晴晴要跟石勇分手，那就是不想过苦日子了。但是他跟木子说呢，只是感情问题，木子他也就信了。他从来就很单纯，容易信任别人。那葛晴晴就不一样了，事事都在耍心眼。徐律师，这样，咱们再回到案发当天，你这边还掌握到什么情况？案发那一天，我下午工作的时候，石勇给我发微信说晚上想约我出来谈一谈。我拒绝了，他每天都骚扰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后来想一想，一狠心就骗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你这么做，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可是石勇他一直自作多情，觉得我对他余情未了。有一次，他哭着求我陪他看最后一场电影。我当时看他可怜，念旧情，我就答应了。结果就给了他还有希望的错觉，就又开始骚扰我。所以那次，我就觉得应该狠下心来，索性就说有男朋友了，以为他会就此放手。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石勇，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啊？晴晴，我看得出来你还是爱我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你看我表现行吗？石勇，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咱们俩已经不可能了，你清楚吗？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是不想刺激你，现在都是你逼我的。他谁啊？什么时候认识的？他有我爱你吗？可晴晴，你不会是骗我的吧？你敢带他出来见我吗？你敢让我跟他谈谈吗？
喂，木子，你在哪儿呢？我正准备下班呢，怎么啦？啊，你一会儿可不可以去地铁口等我一起回家呀？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怕。我们一会儿见面再说吧，好吗？你别怕啊，我现在就过来，你在地铁口等我，不见不散，听见了吗？好。放心吧，啊，哎，他来了，我跟你说了。木子，哎呀，怎么了你？哎呦，别怕，我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咱们俩去了再说，好不好？走吧。他们家烤串是特色，特别好吃，你快尝尝。吃啊，凉了不好吃了。木子，他说他不会放过我的，他还要让我等着。你不用怕，像他那种给前女友下跪的男人，一看就是个怂货，他就吓唬吓唬你，不管怎么样。不是的，木子，我跟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我觉得他特别生气，我觉得他这次不是闹着玩的。你说，他万一要找到你住的地方去怎么办？他万一要杀了我怎么办啊？杀了你？你现在问他，你杀过鱼吗？真逗了，就算他真找过来，也没什么好怕的。我在呀，他要敢欺负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别哭了，听话，快点，赶紧吃，吃完咱们回家，好不好？哎呀，还要我喂你吗？快点，吃嘛。他们家这个特别好吃。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已经把石勇威胁你的事情告诉了穆子琪？我说了，我全都说了，而且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是木子却不相信石勇敢乱来。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抖，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就跟木子说，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就别回家住了，出去躲一躲。可是木子却说没事儿，就算他真的来了，他还要跟他单挑。后来我们就一起上楼了，结果他来了。何清俊，我有话跟你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你先进去，我跟他说。哎，你听话。你要干嘛？你是说穆子琪把你推进了家里，然后自己从外面关上门，去跟石勇对峙？我当时没有看到石勇带着刀，他把刀藏到了口袋里，否则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报警的。然后呢？然后我就听到门外有声音。你听到了什么？说话的声音。什么声音？听了他们说了什么？没听清。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邻居的尖叫声了。喂，110吗？出事儿了！你们快来呀！然后你报完警之后还是没有开门？没有，因为我不知道石勇走没走，我怕一开门他再冲进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木子当时受伤那么严重，否则我就是拼死我也会把他拽进门里的。没想到，那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你是说葛晴晴当天根本就没有把石勇威胁她的事情告诉你太太？绝对没说。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当天木子在地铁站等葛晴晴的时候，正在跟我通电话，他就说是在等葛晴晴去吃烤肉，完全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如果他知道
那是不可能不跟我说的。还有，后来吃完烤肉结账，他还在微信上跟我吐槽说烤肉贵，因为是他结的账，那个时候也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微信记录有啊。徐律师，我现在觉得，葛晴晴当时肯定是故意瞒着木子。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生活，警惕性是很高的。她如果知道可能有危险，是不可能直接回家的，那至少也会先报警。那天晚上，木子一定是受到了石勇的突袭。葛晴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所以你觉得是葛晴晴先进了屋，然后你妻子还没来得及进屋，他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才导致你妻子在门外遇害。对啊，葛晴晴从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她为了自己一定会牺牲掉木子。那你怎么肯定不是你太太主动要求跟石勇交涉呢？徐律师，我跟你说了，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独自生活，警惕性向来是很高的，她绝对不可能去逞英雄啊，去主动要挑衅一个男人的。陶先生，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猜测来断定案子的细节，好不好？都是无效的。不是，徐律师，你想一想，那为什么在木子拍打门板的时候，葛晴晴没有开门呢？那为什么在听到邻居尖叫声之后，他还是没有开门查看情况呢？理由只有一个，他早就知道石勇会动手，他早就打算了让木子为他挡刀。哎，说说吧，你们听下来什么感受？你好好的闺女就这么没了，让家里人这后半辈子怎么过？这渣男太可恨了，真的是。哎，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说回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方婷，我觉得他撒谎了。上午我和方婷去宋法官那里看了卷宗，发现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和她出庭作证时的描述那完全不一样啊。卷宗里说的是，他和木子琪看见石勇的第一眼就发现他手里拿着刀，可他刚才跟我们怎么说的？说他没看见石勇拿刀。这人在紧张的时候，这记忆力有偏差，咱不能就凭这一点断定他是撒谎掩盖真相吧？还有，他之前也并没有对检方说是木子琪把他推进去的。对于前后报警的时间，他说法也不一样啊。他说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警了，可是根据检方的卷宗，当晚一共接到2个报警电话，第一个是邻居打的，过了10分钟后的第2个才是葛晴晴打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的警，他没有跟我们说真话呀。一个细节前后出现的记忆偏差可以理解，如果接连2个、3个都出现了偏差，那这个真实性就得画个问号。所以说啊，就现阶段，我对他的这个说法说辞啊，持怀疑态度。这个葛晴晴吧，这哭的是挺伤心的，可她说的这话吧，那的确是前言跟后语是搭不上。我有点觉得奇怪的，你看她说的这些，就像你去看的卷宗，那都是记录在案的，她自己也知道，那她为什么还要撒谎呢？可能是因为害怕吧。毕竟现在他又成了被告，所以尽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嘛。等等徐天那边提供什么证据吧。还有，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叶欣啊，让他也跟一下这个案子。好。为什么呀？你现在手上不是有一大批的那个金融案件在调解吗？我是怕你忙不过来。
方圆，方圆，偏心眼儿是吧？你看，你看，又多想了不？我是真的怕你忙不过来嘛。咱俩谁跟谁呀？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看着这案子好，就打算带上自己的小徒弟，真是亲师傅啊！你真想多了，啊，一是怕你忙不过来，二是，你要觉得你行，你忙得过来，那刚才这话就当我没说，好吧？那我不行呀。哎，你行，你行，你真行。我真不行。你傻乐什么？没看见王姐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你说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王姐，其实方厅长也是。呀，你闭嘴！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傻子一样。真。这是什么呀？哎呀，这案子我判断10有8、9是没法调的，肯定最后还是得开庭判。哎，就它现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呢，把叶星调过来是好的。你这徒弟轴，但还真就是李芳婷这个案子让我喜欢上他那个轴劲儿了。我相信他来能给你当个好帮手。看看，王姐这什么觉悟啊？既满足了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解决自己的工作，又这么高风亮节。领导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领导，你满意，你请客吃饭啊。没问题。我走了，方哥。想想吃什么啊？好。哎呀，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只能间接的证明葛晴晴没有把可能要发生的危险告知你太太，但是关键的证据现在是缺失的。徐律师，那法律就对葛晴晴这种自私阴暗的人没办法吗？你是不是有个公号啊？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关于这个案子的东西，对吧？对，我是希望用我的文章把真相告诉大家。哎，陶大明诉葛晴晴这个案件是不是争议比较大？太麻烦了。所以啊，我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哦，方婷、陈婷，你们慢吃。哎，好。刑事法官那边怎么说的？他们那边呢，更关注的还是石勇当时杀害穆子琪的一些细节，跟我们关注的点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这边呢，包括案发之前他们2个人之间的具体行为。案发当时的一些细节，所获得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陶大明和葛晴晴双方对于穆子琪和葛晴晴2个人的帮扶关系说法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案发当时的情况。有证据吗？全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构不成证据链。下午陶大明的律师啊，他过来，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你不吃这个？我吃啊，我多吃点。方店长，陈婷，哎，您快看看这个文章，什么10万加了。别抢！我看看。这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的公众号，针对案发现场写了一篇文章。这上面怎么说的？他说呀，当石勇持刀出现的时候，葛晴晴打开门新进了屋，还没等穆子琪进来，就提前把门关上了。这是他自己的推测吧，并没有被证实啊。刑事判决书里面只是写葛晴晴先进了门，穆子琪后进的门。那他的说法就是葛晴晴进门之后关上了门，他主观上有把穆子琪推向凶手的事实，对吧？对。
这完全是在误导公众啊！对啊，没有证实的事情，就是带节奏。你看这留言，现在已经搞得群情激愤了。哎呀，这些个自媒体啊，太讨厌了。我判断，被告马上也要开始搞这个舆论战。嗯，你把这个情况跟综合办也说一下。行，那我先去了啊。好，您先吃啊。你吃饭了吗？吃过了。别减肥啊！你老关心人家小姑娘干什么？哎，我挺关心她们生活的。女孩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哎，你这肉你不吃吧？你也给我一块。别，我还没吃呢。这是前2天我快递的新证据，用来证明葛晴晴完全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施用的危险性，并且在案发的当天呢，他们回到家以后，葛晴晴先进到房间，并且把门关上了，这才导致门口的穆子琪遇害。所以我们认为葛晴晴要为穆子琪的死负责任。徐律师，我想先说句题外话。这个案子呢，现在还没有审理清楚。陶大明呢，就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表一些情绪性的言论，这不太好，这会误导公众。你看能不能劝他先控制一下？话我会带到，但是我不敢保证。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我知道。你这没凭没据的，万一把对方惹急了，再告你们一个诽谤，就更麻烦了不？什么叫无凭无据啊？这不都是证据吗？方警长，有事跟您说一下。你先等一下。好。